这2天我们打造了一艘小船，计划在岛上出海捕鱼。为了能获取更多的渔获，我们制作了一个树枝钓鱼器，但由于存在一定的缺陷，导致最后只收获了1条鱼。好在我们通过上山和赶海，获取到了一些木薯和小海螺，才勉强制作了一顿还算像样的晚餐。兄弟们，上一次的下海不是很顺利啊，所以说昨天我们对这个小船进行了升级，上面我们加了一个可以调整方向的船帆啊，这样可以借助风的力量划船轻松一些。而且我们还加宽了甲板啊，加长了船桨，同时我还加了一个放渔获的地方，还有一个石头船锚。有这样的小船，在出海找不到食物，那就说不过去了。大头，出海，走！今天出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收鱼篓，已经在这里放置了2个晚上了，估计会有一些渔获。但当我收起来，才发现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，没有螃蟹，也没有鱼，而是一些小花螺。另一个也是如此，诱饵早已经被他们吃得干干净净。秦哥啊，这一点也不够吃啊，总比没有强吧？快点调整一下船帆，我们去下一个地方。好，秦哥，有了这船帆就是好啊，都不用怎么划了。是啊，那肯定。我感觉这一块潜水应该不错啊，咱就把锚抛到这里了，看看能不能在这里潜水找点吃的。在这个新地方，我开始了寻找食物的脚步。没一会儿，我就看到了很有趣的一幕：一个正在石头上爬行的蜘蛛螺。这么好吃的海螺，必须给它收了。猫眼螺我倒是经常发现，但像这么大的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这里有很多猫眼螺，没有一会儿，我就会发现一个。接着！哦，大头，这海螺怎么样？非常好呀！闲着，刚好用这个螺肉当诱饵，尝试一下钓鱼。挂好了，我们给它丢下去。哎，刚下去就有鱼咬啊！喂，船真重了！哎呀，看到了！哦，一条活的，厉害吧？在大头钓鱼的时候，我还在努力地寻找着食物。我发现了大大小小的猫眼螺和其他品种的海螺。这种海底寻找食物的感觉，我是最喜欢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现什么。虽然目前只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海螺和一些藏在石头底下的海带子，但能在岛上吃上这些，已经非常不错了。这底下这海螺是真多呀，个个都很大。今天除了在水下发现海螺之外，我还看到了一个沉睡在海底的船锚，这必须给它带回去，给咱的小船安装上。咱这小船有船锚了，这真好呀！在我潜水的时候，大头这边钓鱼也有了起色，他的鱼钩中了大鱼，是一条非常美味的金骨鳗。这种鱼都是成群活动的，所以这次钓鱼，大头收获了2条。今天整体出海不错啊，2条鱼，还有一堆海螺，还有一个船锚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起锚回城。哎，这吃饭的家伙得放好了呀！给咱这个小船安上新的船锚，这下有模有样了啊！我们赶紧生火做饭吧，我都快饿死了。给咱这个桌子换个新桌垫，这玩意1个星期就得换一次。又是一顿丰盛的晚餐，我要来个螺。我要吃条鱼，看这一坨肉大不大？大头，你看这个蜘蛛螺肉大不大？大，是不是？你吃吧，秦哥。那条鱼，你拿去吃啊！哎，好嘞，这些螺就归你了，我吃这2条鱼就够了。吃大头啊，今天是收获了3条鱼的，结果呢，我上船的时候不小心弄跑了1条，不过也没关系啊。明天咱们出海，看看哪里渔获多，咱们争取搞条大鱼尝尝。还是在这些小水坑找货容易。哇，这机器好肥呀！在岛上生活啊，离不开趁手的生存工具。这段时间大风大浪把我的鱼笼全部都冲坏了，所以我又编制了3个螃蟹笼，咱们给它布置到红树林。最近的螃蟹很肥美，咱一定不要错过。咱们在里面放一些臭鱼做诱饵，等经理涨潮退潮啊，咱再过来看收获。今天的风浪还是很大，不适合下水。好在这2天我们捡到了一些发臭的死鱼，咱们继续打窝赶海。我已经全部倒入这个大水坑了，等退潮大一点，咱就过来赶海。你们说螃蟹和鱼哪个先来呢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等待收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这个时候给咱这个新家打造一个炉灶再合适不过。毕竟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收获海鲜做烧烤。我们利用石头和泥土来做材料，通过精心的制作，慢慢的它就成型了。再经过长时间的烧制，就可以投入使用了。咱这个炉灶是多功能的，下面可以熏烤，上面可以蒸煮。现在时间不早了，
我们去看看窝打的怎么样了。刚下来我就在这个水坑看到了很多小鱼，咱们抓一下。找到了一条红色的鱼，这个洞里还有一条，摸到了，又是一条红色的小鱼。哇，这一个长相奇特的青蛙鱼，这个鱼看着不像好东西，咱还是不要打扰它。这是大海螺吗？寄居蟹，这么大的寄居蟹，咱给它收了。这个大水坑已经退掉一些了，有鱼啊！大头，快去拿鱼叉。好。这鱼全部都钻洞了，根本就查不到。今天这个窝白打了，还是在这些小水坑找货容易。摸到一条鱼，哎，这个好可爱的刺鲍呀！看它的脸是不是很可爱？这个咱就放生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小蝴蝶鱼，哇塞，这个大一点。哎呦，这好像是一个黑鲷，这么小的一个琵琶虾，这个放生了，太小了。大头，哎，哎我的，哎，抓到啥了？哎，哇，一个软壳的龙虾，你看它的壳很软呀。真给它收了，秦哥。哎呀，这个个头还不小呢，咱给它收了。就这样，通过搜寻石头洞，我们今天有了还算不错的收获，品种是相当的丰富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给咱这个我们发现了一个大河豚以及漂亮的石壁海胆，但是这些都是不能吃的东西。为此，我耗时了半天编织了一个大号鱼笼，本想靠它吃上美味的海鲜，却什么都没有。本以为这是我们上岛以来最惨的一天，没想到这只是开始。哇，今天风好大呀，我们去海边看看。大头不好啊！我辛辛苦苦编织了半天的鱼笼被浪冲坏了。这昨天下的时候还好好的，今天怎么就这样了呀？没事，咱还有咱的大鱼笼。大鱼笼呢？我们昨天布置到这里的大鱼笼，好像被浪冲走了。受到台风影响，最近海浪太大了，看来布置鱼笼也行不通了，又不能潜水，这生活咋办呀？其实我们现在遭遇的困难不止你眼前看到的这些。我们的庇护所处在风口，最近经常来台风，晚上根本无法入睡。我们储存的椰子和椰宝已经消耗殆尽，我们储存的咸鱼也吃完了。今天一定要一一解决这些困难。首先，我需要解决住的问题，找一个避风处，再打造一个庇护所。有台风的时候，我们就搬到这里住。庇护所的框架是竹子，而房顶则需要用到一些茅草。搭建庇护所，我们是非常擅长的，所以只需要了1天时间，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我们的新庇护所已经搭好了，后续咱再慢慢完善。住的问题解决了，吃的问题咱也得解决一下。虽然不能潜水和布置鱼笼，但是咱可以赶海。这2天白天赶海效果都不好，咱今天晚上试试。我又制作了一个小号弹射鱼叉，当做今天晚上的赶海工具。我们先找一些海螺打窝，咱们把海螺砸碎，咱们把它撒在水坑里。大头，你也别闲着，把所有的水坑都撒上。今天晚上咱要多搞点海鲜。行，今天晚上我要吃大鱼。我已经打好了，咱们静静的等待天一退大潮就出发。秦哥，不好了啊！但是这个很麻烦，咱还是先给它放这儿。一退潮，到处都是海参。咱还是找找有没有其他的。赶海是非常有趣的，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现什么，比如藏在石头缝里休息的小鱼，不用鱼叉也能轻松收获。这里有个搁浅的小鱼，哇，你看它好漂亮呀！这个就给它放生了。今天赶海，我居然发现了一些搁浅的烟管鱼，这玩意儿太少见了。记得上一次赶海发现它还是4年前，据说它可是非常好吃的。今天我一定要尝尝。除了发现少见的烟管鱼之外，我还发现了一个带上搁浅的乌头。这里搁浅了一个受伤的乌头，不知道咋回事，可能是被其他鱼咬的。这个好肥呀，咱给它收了。今天赶海除了收获一些鱼货之外，我也收获了一些其他的，有石头蟹，有七星蟹，还有鲍鱼。
鸡毛饽饹。今天赶海收获还是很棒的啊，又是烟果，又是乌头，又是螃蟹，又是鲍鱼的，就是我这个鱼叉没有发挥它的作用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先吃了这些。向大海获取食物。这几天我们的大号鱼龙收获还不错，总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喜悦。所以每天最开心的一件事就去查看收获。有了鱼货，我们就可以通过熬制海盐制作晾晒装置，在岛上拥有各种各样的咸鱼。未来他们会帮我们渡过难关。听说又要来台风了，所以说我得多储存一些咸鱼来应对。今天鱼笼里的寄居蟹咱就用来当做早餐了，经常过来捣乱，咱就把你吃了。哇，你看这个都好大哎，肉还挺多的。哇，随便吃点早餐，我们也要开始全新的一天了。这些咸鱼暂时还是不能吃的，鱼笼刚收了，我还没来及放呢，所以说今天的晚饭还是没有着落的。听说岛的南面礁石区有很多大鱼，我决定带着鱼叉下海去试试。这2天我又找到了一些材料，所以说我又对鱼叉进行了升级，杆子进行了加长，鱼叉头我也更换了，应该比以前更好用了。我开始带着我的鱼叉下水探索了。这片海域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鱼儿。暂时我还没有发现大鱼，但是我被一个小沙尖鱼吸引了，它好像对我的鱼叉不屑一顾。确实，这家伙动作太灵敏了，根本就查不到。我开始选择其他品种的鱼，可是这些鱼根本就不给我机会。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条石斑鱼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我慢慢的游了过去，我松开了鱼叉，一击命中。虽然收获了一条石斑鱼，但是我的鱼叉也因为多次撞到石头坏掉了。收获了一个石斑，但是鱼叉头坏掉了。我是该高兴呢还是悲伤呢？我们不能闲着，还要继续下水探索，因为这里的资源还是很丰富的。这次下水，我放弃了鱼饵，选择了寻找其他食物。你们见过在石头上爬行的鲍鱼吗？这里的石头上栖伏着大大小小的鲍鱼，没一会儿我就收获了很多。除了鲍鱼，偶尔也会发现一些海螺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原来是一个七星蟹，这估计是最笨拙的螃蟹了。我们把它收了。紧接着探索，我发现了石头洞里藏着龙虾。我伸进洞里尝试去摸它，结果摸出一个寄居蟹。哎，怎么哪里都有它？好在这个洞很浅，很快我们就把龙虾收获了。后面探索了很久，我又收获了一只，就再也没有其他发现了。这次下水收获真的还不错啊！哎，大头啊，我刚查的那条鱼呢？我拿去处理了，你还跑我头。最有趣的就是向大海获取食物。这几天我们的大号鱼龙收获还不错，总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喜悦。所以每天最开心的一件事就去查看收获。有了鱼货，我们就可以通过熬制海盐制作晾晒装置，在岛上拥有各种各样的咸鱼。未来他们会帮我们渡过难关。听说又要来台风了，所以说我得多储存一些咸鱼来应对。今天鱼笼里的寄居蟹咱就用来当做早餐了，经常过来捣乱，咱就把你吃了。哇，你看这个都好大哎，肉还挺多的。哇，随便吃点早餐，我们也要开始全新的一天了。
这些咸鱼暂时还是不能吃的，鱼笼刚收了，我还没来得及放呢，所以说今天的晚饭还是没有着落的。听说岛的南面礁石区有很多大鱼，我决定带着鱼叉下海去试试。这2天我又找到了一些材料，所以说我又对鱼叉进行了升级，杆子进行了加长，鱼叉头我也更换了，应该比以前更好用了。我开始带着我的鱼叉下水探索了。这片海域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鱼儿。暂时我还没有发现大鱼，但是我被一个小沙尖鱼吸引了，它好像对我的鱼叉不屑一顾。确实，这家伙动作太灵敏了，根本就查不到。我开始选择其他品种的鱼，可是这些鱼根本就不给我机会。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条石斑鱼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我慢慢的游了过去，我松开了鱼叉，一击命中。虽然收获了一条石斑鱼，但是我的鱼叉也因为多次撞到石头坏掉了。收获了一个石斑，但是鱼叉头坏掉了，我是该高兴呢还是悲伤呢？我们不能闲着，还要继续下水探索，因为这里的资源还是很丰富的。这次下水，我放弃了鱼饵，选择了寻找其他食物。你们见过在石头上爬行的鲍鱼吗？这里的石头上栖伏着大大小小的鲍鱼，没一会儿我就收获了很多。除了鲍鱼，偶尔也会发现一些海螺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原来是一个七星蟹，这估计是最笨拙的螃蟹了。我们把它收了。紧接着探索，我发现了石头洞里藏着龙虾，我伸进洞里尝试去摸它，结果摸出一个寄居蟹。哎，怎么哪里都有它？好在这个洞很浅，很快我们就把龙虾收获了。后面探索了很久，我又收获了一只，就再也没有其他发现了。这次下水收获真的还不错啊！哎，大头啊，我刚查的那条鱼呢？我拿去处理了，你还怕我偷吃不？感觉比昨天强多了。哇哈哈，大头查到一条大鱼。最近可能要来台风，所以说今天我们还得储存食物。现在能储存的就只有椰宝了。一会儿我就收获了3个，这里有一个。哎呀，岛上的椰宝全部被我找来了，就这么多了。真的就像吃水果一样。我们再搞点椰子。哎呀，椰子也没有了，光储存食物也不行，咱还得来点干柴。有了这些东西，后面来台风的话，应该能帮助我们扛过去。昨天我的脚蹼和鱼叉下水失败了，所以今天我对它们进行了一个升级。我把原来的竹竿换成了一个实心木棍，这样它变得更加坚固了，同时又减少了浮力，在水下插鱼的速度会更快。同时我又练习了精准度，感觉比昨天强多了。脚蹼也进行了改造，固定脚的带子变得更结实了。我忍不住开始带着自制装备下水探索了。很可惜，由于岛上的材料有限，脚蹼还是质量不好。没关系，并不影响我插鱼的效率。这里有很多烟管鱼，我很想吃它，但是一直没有办法。海底有很多鱼群，我开始寻找大一点的。果然，在一个礁石区，我发现了一个正在溜达的大石斑。我悄悄地跟了它一会儿，一击命中。后面我又捡到一条受伤游不动的红鱿鱼，原来这是开头被我插伤跑掉的那一条。我还插到一条躲在石头洞休息的小石斑。接着探索，我发现了正在溜达的龙虾。这时候我放下了鱼叉，因为我想保留完整的龙虾，所以我选择了用衣服套着手去抓它。最终这次下水行动，我收获了3条鱼和2只龙虾。这个在水下都看着好大。
这天了，也算是有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捕鱼工具了，希望明天它会有一个不错的收获。肯定会有收获的，秦哥，该来的总会来，面包和馒头都会有的。这段时间，我们在岛上完成了3个梦想。为了实现荤素搭配，我们种植了蔬菜；为了能够出海捕鱼，我们制作了小船；为了在岛上吃上火锅，我们上山下海找食材。而今天，我们要做更有意思的事情，那就是前往新的岛屿去冒险。但今天一早，本要出海的我被前面的大浪拦住了。没办法，我们选择了搭渔民的船前往。时隔很久，我们再次登上了这个资源丰富的荒岛，开始了冒险之旅。好久没有来这个岛了，变化还挺大的。来到一个新的岛屿上，最重要的就是水、食物还有庇护所。哇，好甜啊！最近一直下雨啊，山上一直有水流下来，所以目前在这个岛上是不缺淡水的。接下来就是食物还有庇护所了。秦哥，快过来！大头，啥情况？秦哥，这岛上有灵芝蟹，是吗？就是个头有点小啊，不过也可以啊。哇，可以啊，刚上来就有收获，快把它收起来吧。行。哇，这个天看起来马上要下大雨了，大头，得抓点紧了，分头行动。我去搞食物，你去搞庇护所。行。干嘛呢？还看手机？省点电吧啊！快去忙。我和大头分头忙碌了起来，他找到了一些干竹子，想用它们来搭建一个临时庇护所。固定好框架后，需要找来一些破布来防雨，底部再铺上一层防潮的材料，一个简易的庇护所就搭建好了。我这边已经开始想办法搞食物了。首先要利用带来的藤蔓来编织鱼笼，编织鱼笼对我来说非常简单，毕竟在岛上要靠这个吃饭。没一会儿我就制作了2个，利用一些海螺肉来做诱饵，就可以把它们一一布置到海里了。至于能收获什么，还需要慢慢的等待。鱼笼已经布置好了，我今天带着这个弹射一插去潜水试试，先去看看大头怎么样了。天又不测风云，岛上开始下雨了。大头搭的临时庇护所根本没有任何防御效果，我们只能暂时躲进岛上的山洞。秦哥，我搭了庇护所漏雨呀。就你搭的那玩意儿能住人？我也不知道会下这么大呀。今天我们先在这个山洞住一下吧，趁着现在时间还早，我们要赶紧去找食物呀。我先去潜水，等一会儿雨停了，你也别闲着啊。好。我开始潜水找食物了。今天海水能见度非常低，视线很模糊，只有潜到水底才能看清鱼儿的动向。刚下水没一会儿，我就盯上了一条石斑鱼。我用弹射一插瞄准了它，结果没有命中。幸运的是，这条鱼儿并没有跑远，还在那盯着我看，好像在思考什么。我没有犹豫，一击命中。紧接着我又插到了一条休息的石斑鱼。在这里潜水最好插的就是这种鱼了。插完鱼后，我又看到了兰花蟹，它好像并不怕我。当我抓它的时候，它才开始反抗。这时已经晚了。紧接着我又发现了一只兰花蟹。这次我不去冒险了，万一被夹到就不好了。等它停下来后，我用鱼叉一击命中。这时候鱼叉头也坏掉了。我计划再搜寻一下，看看能发现什么。在这里最多的就是躺在海底的海茄子，还有利用石头来伪装的马粪海胆。我收集了一些海胆后，这次潜水找食物的环节也要结束了。大头这边在雨停后也开始了找食物。这个岛上是有很多灵芝蟹的，它们晚上才会出来找食物，白天一般藏在某个地方。哎，我就说嘛，这个洞里有一个。哎，你还跑？哎呀，哎，抓到了，个头还不小嘞，看到没？小样，藏这里我就发现不了你啊！来，你看，我已经抓到3只了。秦哥特别爱吃这灵芝蟹，因为它的味道啊，你吃了之后就很难忘记了。大头，你看我今天的战利品怎么样？这下有的吃了。我们今天这个开荒新岛简直是你运气太好了。大头，你不能这么想，运气固然重要，但是我们也是靠实力啊。你看刚到新岛，从落脚搭建，再到利用工具捕鱼，哪一步走错了，今天可能就要饿肚子。秦哥，我懂了，你说的这个叫步步为营。你从哪里学的？今天说话一套一套的。我最近在玩《梦幻西游》手游新版本《梦长案》，刚开始玩的挺差的，后来我自己摸索出门道了。开局选择出生世家后，就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，计谋享受不一样的梦幻人生。我说呢，你上岸后时不时戳手机，就是在玩这个是不？也在跟玩下，这不就跟我们开新岛盲盒一样，靠自己发家致富，走上人生巅峰。是啊，而且游戏内通过职业、商报、战斗获得积分，就能获得丰厚奖励。点击下方下载游戏，输入礼包码，闯荡3界，还能获得海量银币和道具。快来体验吧！好，我们先把鱼烤上，一会儿慢慢玩。哇，我都闻到香味了。你小子今天可以啊，搞了3只灵芝蟹。这岛上灵芝蟹多，咱一会儿再去找找啊。把这个吃了再说，我都快饿死了。也行。这螃蟹全部都熟了，这鱼和海胆还在这烤会儿，咱先吃吧。哇，太好吃了！哇，外面下着雨啊，在洞里吃着食物，还是很有感觉的。大头，这灵芝蟹你咋不吃啊？留给你的，你吃。嗯，这鱼好了，你吃。哎，可以。这雨啊，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，今天只能说我在这个山洞住一晚了。这哪住没关系，有吃的就行了。哇，这焖烤的鱼好香啊！
这海螺串差不多也好了。哇，螃蟹也熟了，开饭。今天一大早啊，我去潜水搞了点海鲜，顺便给咱这个新炉灶开张。哇，这螃蟹是真好吃。军哥，我制作的这几个炉灶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快点吃啊！吃完咱开始全新的一天了。好嘞。这2天没事的时候，我就会装饰我们的小家，比如种点椰宝在我们的庇护所前面，时不时啊也会看一下我们这个小菜园啊，种植的菜都已经发芽了。我们前2天打造的小船啊，出海非常不错，也搞了不少海货。目前我们已经在岛上完成了种植蔬菜和坐船出海这2个梦想。今天呢，我想在岛上完成下一个梦想，吃顿像样的海鲜火锅。这里的石头缝里啊会藏着这种面包蟹，咱们可以用它来当食材。小家伙，咱给它收了，走，开始赶海。这种小海螺也一并给它收了。这个石头底下又一个螃蟹，出来吧！这种螃蟹它的爪子肉很多啊，你看这爪子多肥。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，没有办法出海，我只能靠赶海来获取一些火锅的食材。在海边赶海很难找到一些上等的海鲜，但只要仔细寻找，还是能发现一些海螺和螃蟹的，用它们来做火锅食材应该非常不错。在我赶海的时候，大头也没有闲着，他来到了红树林，看看能否在这里有新的发现。这洞里面藏着个螃蟹，咱给它夹出来，看到了吧？它就在洞里了。这个要一边赶一边夹它。哎，夹到了，夹到了！哎，拽不出来呀！哎呀，钳子给它夹出来了，哪里跑？我出来了！哎呀，把它2个钳子夹断了。你看这里好像有一个，它的胡须还在动呢。呜呼，我夹到了！我就说有吧，果然真有一个。咱们看看那边还有没有？你看这里好像有一个，露着2个眼睛，好像还不小嘞。哦呦，好大呀！哇塞，还真不小嘞！哎呀，哇，好大一只！哎，找了半天没有了。今天只收获了这3只，不过也好过没有。走吧，咱带回去。现在我们做火锅的海鲜食材已经收集齐了，有一些海螺啊和各种螃蟹。不过目前呢，我们还缺一些蔬菜啊和调料。走，我们上山去看看。目前这个季节，山上能吃的东西已经变得非常少了。最适合做调料的，无非是这种野生的花椒，虽然已经枯萎了，但它的味道还是很浓厚的。简易的火锅调料已经有了，我们还缺少蔬菜，在这里有很多野生的芭蕉，它的芭蕉蕾用来充当蔬菜是很不错的选择。收集完这些，山上也没有啥了。现在所有的食材都收集齐了。去的海岛冒险60天，我们遇到了很多罕见的海洋生物，也品尝到了各种各样的野果海鲜。这种远离喧嚣、亲近大海的感觉，让我和大头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。这期间虽然完成了很多目标，但我们还是有一些梦想并未实现。我们下岛更换装备回来了，这次我们带来了一些工具、一点调料，还有种子。这次回来，我们要完成上次海岛冒险60天没有完成的梦想。第一个梦想就是我们要在这里种植蔬菜，要不然光吃海鲜怎么能行呢？第二个梦想就是我们要在这里出海捕鱼，所以说这2天我们用工具打造了一艘小船。目前呢，这个小船还只是雏形，有船舱，还有船桨，还有休息的甲板，上面呢还可以做一个遮阳棚，在后面慢慢完善。一会儿我们就要划着它出海了。之前制作了鱼笼就剩这2个了，我们给它带上。为了这次出海，我还制作了一个高效钓鱼器，这是一个树枝上面挂了10多个鱼钩效率呢会大大的增加。走了，我们出海去试试。我们开始搬着小船准备下海了。今天风平浪静，所以很顺利的就划了出来。制作这个小船的初心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渔获，所以我们把它划到了平时潜水游不到的地方，并把鱼笼布置到了这里。诱饵我们选择用臭鱼，这样既能吸引螃蟹，又能吸引鱼儿。搞完鱼笼，我们需要更换一下位置，再把钓鱼装置挂上诱饵，找个合适的位置布置下去。
这里的水底活跃着很多大鱼，就看它们上不上钩了。捕捉完这些，我们在岛上的出海宣告成功。这时候也该划着小船上岸等待了。这次下到深水区啊，估计会有不错的收获，咱等一会儿就去收。哎，坏了，完了，手机啥时候泡水了呀？这怎么办？苹果日再防水也不能这样。我们也不要闲着，过来摘点仙人掌果。万一今天出海没收获啊，咱至少还有果子吃。每次过来这样都会发现很多新成熟的，它的内部啊和火龙果非常的相似。在我摘果子的时候，大头也没有闲着，他又去山上找木薯了。木薯富含丰富的淀粉，我们可以用来做木薯馒头和木薯饼。没一会儿，大头就找到了很多。弄完这些过后，也过去了2个多小时了。我们该出海看看收获怎么样了。本以为有了小船会让我们有源源不断的渔获，可结果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制作的钓鱼装置存在缺陷，有很多鱼儿前来觅食，钩中后很容易就挣脱了。等我把钓鱼装置拉上来，就只剩下1条鱼了。而鱼笼放下去的时间太短，我们决定明天再收。现在只能抬着小船上岸，另寻他路了。今天出海啊，发现了很多问题，后续得好好完善一下。光有这条鱼肯定是不够吃的，我们再去想想其他办法。现在正好是退潮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找点吃的。这里有很多这种小海螺，平常都没人捡的，我们给它抠一点回去。这里2个猫眼螺，哇塞，这里好多啊！今天有的吃了呀。这估计得有100-200个了，有大有小。咱们现在可以回家吃饭了。